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苏珊。苏珊现在人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巴生的班纳马拉。那么，苏珊对于班纳马拉有什么印象呢？苏珊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菜贵。然后苏珊刚刚就在车上问了哥哥：“诶，你对班纳马拉有什么印象啊？”苏珊的哥哥就讲：手工包咯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贵咯。果然我们都是吃货啊。然后刚才在沿路来的时候，就进到这个班纳马兰，就开始一些很特别的体会，就是会发现经过的这些住宅区，他们都是现在比较少见的，都是用木板搭成的，然后是单层的。然后周围就有很多鸡呀，然后有乌鸦，然后就看到有安迪奇摩多这样子经过。那么班达马浪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嘞？苏珊就想，哎，不可以靠一个印象去认识一个地方，所以苏珊就去查了一查，才发现，哎，跟怡保还有大三角很像哎，像怡保跟大三角，他们的名字都是取名于他们附近的一种植物。像怡保的就是来自一棵毒树，就是取它的毒液的树，然后那个大三角就是取自于一个树叫刺木树，然后当然班纳马浪它的这个名字也是来源一种树木叫做波哥达玛。这波哥达玛呢，刚好跟苏珊上个星期去邦哥岛去拍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有一点点关联。那时候苏珊呢在邦哥岛就有去拍到关于工人在造船，他们在造船的时候会用一种粘合剂，还有上色的，就是它会涂在船底的部分，船底的板跟板之间，让它们的那个缝隙可以粘合起来，就不会进水这样子。刚好这个波哥达玛它就是用于制作这种粘合剂跟这种上色油。然后在很早期的时候，马来西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，其实就有一群采这个树脂的工人，他们的名字就是他们的称呼就叫做本达玛，所以现在班达马浪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，本达玛，班达马浪。然后苏珊后来再看一看，哎，才发现班达马浪是新村。那么新村是什么意思嘞？其实苏珊在小时候的时候，在读一些历史课本，还是一些课外读物的时候，都有看到新村这两个字。可能马来西亚人都会听说过新村这两个字，所以苏珊就好奇，哎，新村到底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？苏珊就大概去看一看，哦，才发现原来是当年马来西亚还没有独立的时候，当年的英殖民政府。因为他们当年就有跟游击队打战这样子嘛，他为了预防游击队混进来，华人的人口里面这样子，所以他就设立了新村，就是将华人软禁，大概在1950年代的时候，所以被软禁的大家就聚集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在这地方要生活。所以就开始有人开了杂货店啊，然后大家住在一起啊，就慢慢形成了一个社区，然后就是现在的新村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啦。苏珊也是肚子很饿了，我们先去吃今天班纳马兰第一餐，就是很著名的李家芋头饭，在大三角吃的也是芋头饭，来这里我们也是先吃芋头饭，走，咻。给我一个芋头饭小的，一个菜豆饭小的，然后卤料每一个来1份哦。葱头饭第一口。
跟大三角的风味不一样。大三角的感觉是饭、虾米、芋头，它的味道是独立的。这个是饭、虾米、芋头，它的味道是混在一起的，然后吃到有一点葱油的味道。它卤汁是偏清淡一点的，就是卤味不会很重，然后猪的味道不会很重，比较偏喜欢清淡一点的人的口味。然后我看到猪耳朵，哇，都说了，苏珊最爱的就是猪的各种部位，完美符合了苏珊的口味。它的煮到的口感是苏珊喜欢的口感，软硬适中，很香耶，那个猪耳朵味道。其实很少人叫猪耳朵啦，都是叫猪头皮。好吃好吃。它其实是5点半早上就开了的，开到下午1点。然后现在苏珊来到的这时间是早上10点半，所以它很多东西都卖完了，像就没有猪肠了咯，卤味没有猪肠，就有猪肉、卤蛋、豆干，然后还有鸡脚了，可是有一点多了，苏珊就不点鸡脚。苏珊还是最爱猪的各种部位。来一口豆干，你看它豆干的颜色就知道它卤了很久，然后还有汤汁会流出来的。它外皮吸收了很多那个汤汁，所以很黑。然后它里面的白豆腐的部分，就是白豆干的部分，是偏软的，然后很滑。苏珊的父母其实在很久以前，大概20年前，是卖卤猪肠还有粥的，当时非常受欢迎。卤豆干是苏珊的妈妈非常拿手的一道菜。苏珊也有学到一点这样子的手艺，他就说在炸豆干的时候，那个旁边的卤汁就要煮滚，你炸好了之后马上丢进去，它就会吸收汤汁。所以苏珊在吃妈妈煮的豆干的时候，它是整颗都是汤汁的。可是它这里的不一样，它这里也是外皮吸收这一个汤汁，然后它里面还是滑嫩。然后吃豆干感觉少了一个味道。3巴，苏珊看中很久了啦，就是要配豆干了。再来一个，3巴很好吃，它3巴里面可以咬到洋葱，然后有一股很香的，应该是洋葱味，是不会很辣的那种，就是你是不吃辣的人也可以吃。苏珊刚刚发现猪肉配3巴也是非常的好吃，它的3巴是属于越吃越香的那种。感觉它的3巴是带甜的，可是它的甜不像是死甜，像是洋葱带出的甜味，很下饭。苏珊在来李家芋头饭之前，其实有做了一点功课。有些人就说来迟了会吃不到这个菜豆饭，苏珊很幸运，有机会吃到。先来一口。苏珊刚刚在第一口的时候，菜豆掉下去了。苏珊就想，应该就是普通的饭，还有葱头油味道，不是，它整个菜豆的味道是布满整个饭的，有点像黄金炒饭的概念，每一颗白饭都有白蛋，它是每一颗饭都有菜豆的味道。
好吃好吃。哦，忘记了，还有这碗。在大三角吃芋头饭，它都会给咸菜汤或者酸菜汤，这里的不确定。是咸菜汤，没有酸的，味道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淡，就要讲形容这股清淡。哦，苏山东要讲形容这股清淡了，就是老人家或者小朋友，他们在吃食物的时候，口味要特别的清淡啊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味道。很神奇的是，这股汤里面哦，没有什么猪的骚味，猪肉味也偏淡，所以感觉它这股汤是另外煮的，我不确定啦，我没有问老板，只是里面有猪肠。苏山刚刚因为有一大片咸菜盖在上面，没有发现底下有猪红。吃饭吃饭。其实它这个猪肠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，就是它的猪肠味没有那么重，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想尝试猪肠，可是又很怕猪骚味的人，可以来试看它的猪肠。然后猪山刚刚忘记了，还没有讲到它的猪肉，是原味的啊。苏珊就想到以前在阿妈家吃到的那个卤味的味道，它猪肉就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好，它猪肉过了一点点，有一点柴，可是皮的部分就很香，很滑嫩，不会油腻，还有卤蛋。小卤蛋六神装，嘣！22.6。22.6。好，谢谢。菜刀。
蛋哪种蛋？有蛋啊，有荷包蛋，多少？40咯。40。蛋的，简单。啊，简单。对，要咖喱水。啊，要咖喱水。这2条不加打几个好？要多少地方？不用，可以。我要鸭。有什么的？西瓜、酸梅、红豆、火锅炸酱、芒果、沙雷呀。沙雷，你给我沙雷一个。那个西瓜给我一个。西瓜一个。啊。2杯啊？2杯啊。叮叮！刚刚苏珊从李家芋头饭里面就走出来，发现前面有一摊非常不止一摊，就是整条街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一条街。它就是整排一人一个号码，从1号应该到133号，可能有133个档口，都是卖吃的。然后有菜包啊，有纳西勒玛啊，有鸡饭啊，有摇摇冰啊，哇，这就是美食一条街，你可以天天来这里啊，一整个星期不重复。苏珊就打包了来班达马兰必不可少的菜包或者叫菜柜，还给了2包辣椒。刚刚苏珊看他做菜柜哦，非常的新鲜哦，我第一次看制作这个菜柜的过程。他就现场搓面粉，搓了面粉，他们就有一个炒好的菜，他就把菜包去面粉，就弄去一个铁盘。哇，苏珊就以为菜柜可能有煎过，不是，他就是拿去蒸。哇，非常的有食欲。然后就继续走，哎，有一档很多人排队的队伍非常长啊。苏珊没有做过功课，但是感觉错不了啊。在这一种我们叫什么？铁皮屋底下，除了大树下，还有铁皮屋底下，还有住宅区，都是3大隐藏美食定律。所以苏珊就跟着排队，就买了4包纳西勒玛，3包咖喱鸡的，1包炸鸡的。纳西勒玛通常是马来人卖比较好吃的。刚刚排队排在苏珊后面的那安迪说，哎。华人卖的好吃咩？这样多人排队，应该是马来人了。苏珊讲，那么多人排队应该是有道理，闻起来就非常的香，打包给家人。然后，苏珊对于班达马拉最深的印象，因为苏珊第一次来班达马拉就是去喝了他的摇摇冰，买了一款沙梨的，还有西瓜的，回家品尝。拜拜。刚刚苏珊有一点兴奋过头了，现在有一点累。这天气又非常热，心眼外经沙梨的，嘿嘿，忍不住了。非常的解暑，它的沙梨味也是非常的浓郁，可是没有考试，只是有一点甜。这个甜要怎样比较嘞？就好像你平时喝奶茶加甜啊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咚咚。沙梨的就非常解渴，因为太有酸。但苏珊每一次饭后都很想来的西瓜，就好像上次吃完马古德也是来片西瓜，只不过这次是西瓜冰沙。这一档的摇摇冰都是加甜的，就是非常的甜。好了，回家。菜柜打包回家了，里面看一下材料，这个应该是豆芽，这个应该是鸡蛋，然后有包菜、芒光、葱，可能这材料苏珊猜测的。然后上面它就有撒了一些葱头油，来一个完整的整口来试试看。苏珊现在坐这个地方就是苏珊的爸爸妈妈，每一次就会坐在这里聊天，这样子晚上看着外面的风景。现在苏珊坐，
它的皮非常的有嚼劲，可能是现做的关系，苏珊也不知道是现做还是提早做好有什么差别，但它的皮就非常有嚼劲，然后刚刚是有倒了那个辣椒酱一起，所以可以吃到辣椒的，它的辣椒是带一点点酸酸甜甜这样，就非常的怎么说，非常的解腻，然后再搭配这个菜桂上面的葱头油，只是苏珊觉得它的葱头油多了一点点，所以会有一点点的苦味。真的，苏珊就觉得，如果你今天去班达马拉想要打包个菜桂吃，哇，那一间是非常值得打包了。哦，刚刚忘了说，上次在槟城买的八宝凉茶，它就是浓缩的汁，你放水敲就可以了，好喝。苏珊就吃完这个了，拜拜。